金庸小说里所有的男主角中，令狐冲可以说是误会最多的。他救夷陵杀罗仁杰，被误会和田伯光同伙；他受伤留在了华山，被误会杀了陆大有，偷了紫霞秘籍；他学会了独孤九剑，被误会吞了辟邪剑谱；他在五霸岗上和众人饮酒相交，被误会结交魔教。但是他最大的误会是这个世界对他的误会。原著中，任我行脱困后和萧问天回到了梅庄，两个人和令狐冲饮酒。任我行要和令狐冲结为兄弟，并邀他入将。令狐冲说他资历浅，不能和任我行比肩，况且还想重归华山门墙。但是任我行不信，以为他只是推脱。人当时的想法是，你叫我教主，其实此刻我虽是得脱牢笼，仍是性命朝不保夕。教主二字也不过说来好听而已。今日普天之下，人人都知日月神教的教主乃是东方不败。此人武功之高，绝不在我之下，权谋智计更远胜于我。他麾下人才济济，凭我和项兄弟二人，要想从他手中夺回教主之位，当真是以卵击石，痴心妄想之举。你不愿和我结为兄弟，原是明哲保身的美事。来，咱们杯酒言欢，这话再也休提了。而当任我行杀了东方不败复位后，又提起了此事。冲儿，当日我在杭州邀你加盟本教，其实我光身一人，刚刚脱难，所许下的种种诺言，你都未必能信。此刻我已经复得教主之位，第一件事便是旧事重提。这时的他仍然认为令狐冲当时没答应是不信他，但是令狐冲还是没答应。任我行大权在握，态度就不像第一次洒脱了，说什么杯酒言欢，而是不听我吩咐，日后会有什么下场，你该知道。再后来，任我行率众在朝阳峰顶向五岳剑派发难，那时志得意满，睥睨天下。第三次再提此事，他没什么铺垫，直接就说：令狐小兄弟，从今日起，你这衡山一派可以散了。门下的众位师太和女弟子们愿意到我们黑木崖去，故是欢迎的紧；否则仍留衡山，那也不妨。这衡山下院算是你副教主的一支亲兵吧。他此时笃定令狐冲会答应，一出口把职务都定了，根本不容商量。也正因如此，他第三次被拒后更是恼怒，说1个月内我必亲上剑行峰来，那时衡山之上若能留下一条狗一只鸡，算是我姓任的没种。其实任我行三邀令狐冲，又加上老丈人的身份，够礼贤下士的。岂料令狐冲连拒3次，在任我行心中，入教与否就是利益权衡。他不明白令狐冲为何一直不同意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或许永远不会明白，这是一种误会，认知上的误会。外界认知与自我认知间的巨大差距，就是令狐冲的困境。令狐冲和郭靖不一样，别人对郭靖的认知和郭靖自己的认知一样，忠直木讷坚毅。令狐冲也想做个好孩子，他身为大师兄，练剑时一招一式力求做到完美无缺，不敢丝毫于雷池一步，以为众师弟师妹表率，但是别人却不这么看他。令狐冲与萧峰也不一样，萧峰从出场到自信一直面临着身份的折磨，身为契丹人，长在中原的身份困境令他赔上了性命。但是天下人都知道萧峰的困境，认知上也不存在差距。那谁又知道令狐冲的困境？岳父是日月教主，他却是坚不入将，谁知道为什么？令狐冲和韦小宝也不一样。韦小宝也有原则，那就是义气为重。他可以说假话、收贿赂、出阴招、搞美女，但是既不会帮助天地会反康熙，也不会帮着康熙剿灭天地会，这使他处于无解的两难困境中。但是无解便是正解，他大可一走了之。令狐冲却走不了，看看风清扬就知道了。他对江湖争斗心灰意冷，却只能隐居在思过崖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天下之大，他却单单选择了伤心地隐居，这当然不奇怪。他便是令狐冲的隐喻，令狐冲成了他的衣钵，也成了他的命运。纵然他是剑术通神，武功独步，幻想着有一天可以笑傲江湖，但是偏偏江湖之大，没有容身之处。江湖上任何一人，任何一事，都可以绊得住他。岳灵珊临死前要他照顾林平之，这一句话就拴牢他一辈子。令狐冲不在乎权力，二人之下的日月教光明右使不愿做，一人之下的副教主接班人也不愿意做，正教中的衡山派掌门也不愿做。在接任衡山派掌门当日，方正和冲虚找他密谋，他对当五岳派掌门根本就是无所谓，只是在两个人反复工作下，他才认识到去争这个掌门有多么重要。他不在乎戒律，连田不公这样的淫贼也大可结交一下，全不管别人看来是否大逆不道。人人说他是无形浪子，他并不放在心上。就连最信任与疼爱他的宁中则也说，冲儿他胡闹任性，轻浮好酒，珊儿倘若嫁了他，势必给他误了终身。这也难怪，
宁中则喜欢的是岳不群这样的彬彬君子，不管真假，至少表面上是君子。令狐冲听了只是感到惭愧，却没有半点委屈。他不在乎武功，从梅庄脱困后，他一试身手，觉得武功高到以前不可企及之境，但是心中殊无兴奋之意。他宁愿自己仍然是那个武功平平的华山首徒，和小师妹一起耍那一套幼稚的冲林剑法。他不在乎性命，他命悬一线时，岳灵珊偷了紫霞秘籍，陆大有要念给他听，他是宁死也不听。方正说要收他入门，传他易筋经，才能化解体内一种真气，他是宁死也不从。在朝阳峰上，眼见衡山全派尽深入罗网，也想不出什么保派脱身之计，一切顺其自然，听天由命。任我行说了要屠灭衡山，他回去却只是每日喝酒度日，他不在乎美色，他陪着衡山派诸人缓缓向少林迸发，每晚只是和衣窝在后烧，连莫大都称赞我如年轻20岁，叫我晚晚陪着这许多姑娘，要像你这般守身如玉，那就办不到了。令狐冲这年才26岁，而前舱中竟有夷陵这样对他倾心的美人，有正乐秦娟这样正当年华的少女，他什么都不在乎，只在乎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其实令狐冲道德感极强，强到甚至迂腐，哪有半点浮华无形。他与风清扬学独孤九剑时，为了争取时间，在田伯光面前使诈，假装受伤。风清扬问他，如对方是正人君子，还要骗他吗？令狐冲说，就算他真是正人君子，倘若想要杀我，我也不能这么甘心。到了不得已的时候，卑鄙无耻的手段也只好用上这么一点半点了。他话虽是这样说，可真要害他性命的人多了，他一点也没用卑鄙无耻的手段。任我行要攻上衡山，他和方正、冲虚布置了炸药埋伏，为让任我行做那九龙金翼。冲虚提议让他去骗任我行，但是还没说完，令狐冲便断然否决道：任教主要杀我衡山全派，我就尽力抵挡，智取力敌，皆无不可。他来杀人，咱们就炸他。可是我绝不能说假话骗他，你看看，连说个假话都不敢，还谈什么卑鄙无耻？他不在乎的，别人很在乎；他在乎的，别人不在乎。这便是他的困境。更有甚者，他不但在乎自己的原则，还去在乎别人。任我行复位后，所有的人都在大吹大拍，这些人中可能有的恐惧，有的担忧，有的侥幸，而令狐冲心中却充满了愤怒、鄙视和不屑。言者无耻，受者无礼。其实受者逼人行无耻之事，自己更加无耻。这等屈辱天下英雄，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？英雄好汉对他来讲十分重要而神圣，但是在那些人心中根本一钱不值。他没有跪拜献媚，但是却替那些跪拜献媚者受屈辱而不值而愤怒。但殊不知那些人中有多少自甘屈辱，以换来新主子青睐，好更上一层楼，不需要他来不值和愤怒。这便是他的困境。上官云听了任我行要封他为副教主，立刻送他寿比南山，福泽无穷，8字评语，只比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稍差一级。他觉得十分滑稽，忍不住地笑了出来。就像他在黑木崖上听众人拼命揭发东方不败种种丑行，最后连武功低微、奸污妇女、暴饮暴食等等都编造了出来，也是忍不住纵声大笑。他自己不愿行谄媚之事，看不得别人行谄媚之事，也不愿别人向他行谄媚之事，岂不知别人自爱谄媚，关你何事？不让人行谄媚，不是让别人不舒服，断了别人活路吗？这便是他的困境。令狐冲的困境是对这个世界不妥协，但是又不得不妥协的困境，这也是最大的困境，无解。